清楚了吗？这就是那个贼人的藏身之地。回陛下，千真万确，长乐公主就在此地。他奶奶的！敢拐走我们大唐最尊贵的长公主，俺老程今天非活劈了这山野村夫不可！李子啊，李治，你性子怎么烈？就算你不喜长孙冲，也不该出逃啊！这2年，你跟着一个野男人，到底吃了多少苦头啊？随朕进村，若丽子少了一根头发，朕要这村子夷为平地！呼，大功告成！嘿嘿，小家伙们，爹这融合了顶级微墨加机关术的 V8 发动机版摇篮，舒服吧？只要发条上足，全自动摇一整晚，必属精品。不枉我这2年把神医机关武学全学了个遍，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隐居生活简直爽翻天啊！从长安城逃出来快2年了，当年父皇非要逼我嫁给长孙冲。若不是我逃婚偶遇了夫君，怎会知道世上竟有如此奇男子？他说话大胆，行事乖张，却又满腹奇才。仅仅3天，我就沦陷了。我李丽质真是3生有幸，只是我还不敢告诉他，我其实是当朝长公主。夫君，奴家剥了好些莲蓬，你尝尝。呀，娘子，莲蓬哪有你甜啊？你今天怎么又漂亮了？夫君，大白天的还在院子里呢，孩子们都看着。怕什么？你看这婴儿车全自动的，不用咱们操心了。晚上夫君给你看点更厉害的，我刚发明了几件新式衣物。夫君，你又没正经。赵家娘子，发什么狗粮呢？快快快！赵家娘子，去村东头的棋牌室打麻将去，就等你了，3缺1。夫君，奴家可以去吗？去，多带点碎银子，输了算你老公我的。晚上记得回来吃饭就行。谢谢夫君。无敌是多么寂寞，连吐蕃蛮子都被我发明的连弩打得不敢露头了。这日子除了造人，真是安逸的有些枯燥啊。传朕旨意，封锁全村。朕倒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野男人，敢把朕的掌上明珠藏在这种破地方受苦。好大的胆子！一个乡野村夫也敢拐走我的女儿！今日若是他受了半点委屈，我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老爷息怒，说好了先伪装探查，切莫暴露身份啊！老爷放心，要是那小子敢让小姐吃苦，俺……哼！哟，3位衍生啊！外乡来的客商，好水喝的。朕乃堂堂大唐天子，就这普普通通毫无贵气的乡巴佬，也配做朕的女婿？正是。这是你的孩子！一抬3个！长乐，我这就喜当老爷了。原来如此，恭喜小郎君，贺喜小郎君！嗨，客气啥？看你们风尘仆仆的，进屋，我请你们吃火锅。等等，现在寒冬才刚过，地里的草都没发芽，你这绿油油的菜是从哪儿变出来的？这违背天时之物，你从何得来？
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个叫温室大棚的东西，听过没？简单的很，有了它，一年四季绿叶菜不断。我们村家家户户天天吃，吃不完的直接喂猪啊！什么喂猪？暴殄天物啊！此人竟有逆转天时的本事，共同存伏。若能为我所用，大唐盛世可期。必须先稳住他，探清他的底细。小郎君，实不相瞒，我们其实是外地来的大粮商，本来是想进村看看有没有余粮可收。啊！你们是收粮食的？哎呀呀！哎呀呀！你们可算来对地方了，来对地方了。怎么了？是要收粮食？很好。唉，旧粮还没吃完，新粮又下来了，粮食全都堆在仓库里，快他妈放发霉，放烂了！你他妈在逗我！你当今百姓能吃上一口饱饭就谢天谢地了，你这村里的粮食烂在仓库里！小郎君，你可万万不能戏言。你们这村到底存有多少余粮？具体没细算，反正100万斤总是有的吧。这是牛肉，这是牛肉。嘘，咱们村里的耕牛太多了，偶尔吃几头没关系的。太多！你可知私宰耕牛是死罪？怎么可能还会太多？你小子唬我们吧！是啊，我发明了好几种新农具，不消半日就能耕好几亩田。我不信，绝对不可能！一天2亩顶天了，你们想累死耕牛吗？绝无可能！先吃火锅啊，吃完了带你们去看新农具。对了，你们之前不是问粮食吗？想要收多少，我们就卖多少。天下百姓难以果腹，若是真的，那一次战争的消耗乃至天下灾民都有救了。你搞出这么多名堂，就不怕被官员发现？山高皇帝远，就算是李二发现了，咱也不怕呀。李二，小兄弟，你一口一个李二，就不怕当今圣上知道了，治你个大不敬的死罪？他管天管地，还能管到我这山沟里？他就算真来了，我随便给他点好处，保准他不治我的罪，还得谢谢我的。这又是什么？为何我从未瞧见过？那是土豆，算你们走运，这东西哪怕是皇宫里那位，也绝对没吃过。这土豆亩产多少？多的时候3000多斤吧。没开玩笑吧？3000多斤？那是多的时候。吓老夫一跳，老夫就说嘛，怎么可能？少的时候也就1000多斤吧。多少？赵小友，此物可耐寒耐旱，若是种在我大唐关中贫瘠之地，也能有这般收成。随便种，见养活得很。这猪肉怎么这么香，竟没有一点骚味儿？很简单，只需将小猪进行阉割，我们村的猪一只差不多能长到200斤呢。200斤，吃的差不多了吧？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新农具，还有那100亩土豆田。咱们刚才谈的那100万斤粮食，全靠这些宝贝撑着呢。这就是你说的神物所在，温室大棚。我还以为是什么金银琉璃造的仙阁呢，搞了半天就是用几块白布蒙起来的棚子嘛。公子，你这也太故弄玄虚了吧？你知道个球啊你！算了，说了你们这帮徒子也不懂，跟我进来。Looking for your girl, she on my jock. Non-stop when we get spot.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fly. With a drink, I got to know. Tight jeans, tattoo, cause I'm rock. 真的？我老程怕不是眼花了吧？啊！ In the club, party rock.
Looking for your girl, she on my jock. Now stop when we in spot.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fly. With a drink, I got to know. 真的是活的绿素，冬天终于有绿素吃了。 天的绿树，这比肉还要贵上100倍呀！公子，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只要在外面蒙上一层丝绸就行？你要是随便蒙块布就能做出这温室大棚的效果，我今天就跟你姓李。朕本来就姓李，天下都是我李家的。这小子真有通天之能，朕忍了。此话何解？这温室大棚啊，需要让光线穿进来，又能保证里面的温度不出去。你以为很容易？我可是实验了10几次才弄出来的。要是有塑料，一下就解决了。老房，赶紧记一下，一个字儿都不许漏。公子能麻烦再说一遍吗？塑料究竟是何物？现在的化学水平连起步都达不到，更别说塑料了。跟上吧，里面好东西多着呢。公子，这是什么？这叫黄瓜，夏天吃清热解毒，甘甜爽口。嘎嘣脆！这黄瓜甘甜无比，带着汁液，竟然是一种我从未吃过的全新蔬菜。好，公子，这个水果我也全包了。哎妈呀，这味道贼好！老李，你看这个，这叫翻酸甜茄，酸酸的，拿西红柿炒鸡蛋，再加上面条。果然是酸酸甜甜，人间极品。赶紧跟上老程，愣着干嘛呢？别弄坏了公子的宝贝。这就叫人间极品啊！黄瓜、番茄不过是丰富一下餐桌罢了，真正的极品是这泥里埋着的东西。只要有了它，哪怕是这凛冬寒月，你大唐的粮食亩产也能轻轻松松突破上千斤。传来贞观3年这新手村，总算把这点能改变大唐光晕的东西捣鼓明白了。看到没，老李？这玩意儿叫辣椒。这东西要是进了长安城的御膳房，我保准连李二那小子都得吃得上瘾。红宝石一样的果子，俺老程先尝为公。哎，那个不能直接吃。有毒！中毒了！救命啊！赵公子，这果子真有剧毒！毒个屁呀！这是极辣的调味品，谁家好人空口嚼朝天椒啊？那边有水桶，赶紧灌水！哎呦，赵先生，您这是从哪个荒郊野岭领回来的土包子客商啊？连辣椒都不会吃，瞧把这黑哥哥辣的，跟猴似的。天子，天客魂，荒郊野岭来的土包子客商。大嫂，你去忙吧。这3位是外地来的粮商，没见过世面。怎么样，老李？我这大棚里的菜，你想要点什么？赵公子，若是大唐百姓冬日都能吃上这等绿蔬，我全都要，行不行？老李胃口挺大，不怕撑着。赵公子，这冬日种菜的温室大棚之术，关乎天下苍生，不知可否传授于我们？赵公子，我知道此等奇术贵若珍宝，必是不传之秘。你放心，只要你肯教，我必有重谢。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绝世宝剑，实不相瞒，乃是当今圣上御赐之物，以此换你大鹏之术，如何？公子可是觉得此物太过贵重，不敢收？不是，我只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垃圾了。垃圾？这可是圣上御赐百炼金刚，你敢说它垃圾？不信？行。前面就是王铁匠的铺子，跟本公子来，今天给你们这帮土包子开开眼界。拿着，你们不是说那御赐宝剑削铁如泥吗？来，往我这把剑上砍。好，老程，
你拿御赐宝剑，我拿这把破剑。我今天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先是被辣椒辣去半命，现在连御赐宝剑都给干断了。回去陛下不得扒了俺的皮呀！不可能，皇家宝剑被一把村头铁匠打的剑崩断了。你那把御赐宝剑也还算凑合，竟然把我这把剑崩出了个米粒大的缺口。对不住赵先生，这把剑我偷懒把摆断的，保证连个印子都不留。现在知道为啥刚才大嫂说你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了吧？店家，此等神仙锻造法可是祖传秘方。哪祖传的？这不都是赵先生教我的吗？是老李我有眼无珠，还请先生教我。老李你干嘛？别学李二那套动不动就让人弯腰。我教老王的叫改良版锻钢法，通过烧炼使铁参碳，这才是真正的优质钢。先生真乃大才，有了此法，我大唐军队战必将鹏之术，只要您开口，我老李倾尽家财必为您办。想要这两样逆天的技术，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要见你们的皇帝李二。我说老李啊，就你说的那个什么入朝为官，别说区区一个官职了，就算李二那个小子现在把皇位让给我，我都干不了。你居然连官都不尝试，还敢直呼圣上名讳？赵先生，你有温室大棚和锻钢这些神技，入朝为官才能造福天下，而且能有事啊！我不过认识皇亲国戚的，只要你点头，朝廷6部你随便挑。错，大错特错！就拿李二来跟我比，我告诉你，他除了名头响点，什么都比不上我。吃的没我好，睡得没我香，玩的更没我花。我放着神仙过日子不过，去给他打工，我当个屁的官啊！但真想贵为天子，天下毫无禁规阵法，岂能真的连一口饭、一杯酒都比不落他？行了，别搁这画大饼了。陛下，这次希望是真的想起朝廷。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真是个异类。子子有大才，我老成认了，但他说陛下什么都不如他，我老成第一个不服。赵先生，等一下，按照您教的补充法，新酒酿出来了。好香！老李，我跟你们说，这酒本来就是天下绝品烈酒，除了我们清水村天王老子来了也喝不到，就算是李二那货也行。赵先生，这句话我不服了。这天下的绝世好酒里，圣上可是尝了个遍的。就是我老成什么神仙家教没喝过。少年郎，你又在吹牛了。吹牛？我这酒一次最多2杯，超过10万，神仙也得当场趴下。放倒我！我老成千杯不对10万，能奈我何？不敢。行啊，10万不倒，这坛酒送你。难道倒了呢？要是我没倒，你就把酿造秘方给我了。成交。倒酒，够劲儿，够冲，好酒啊！少年郎，看好了，放不倒我。不急，还有6万。赵先生，你这回算了，老程却长出了名的千杯不醉。哈哈哈哈！老夫我是不是千杯不醉？老程。赵先生，你这酒李二那货确实比混死了啊！赵先生，你这酒的秘方能不能……老李啊，做人不能太贪心。我加钱。赵先生，听说村里还有什么客栈、学校，还有什么我们没见过的？多了，走吧，带你们长长见识。健身啊，经常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老李，别小看这些东西，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天天练功，腰不酸腿不痛，个个能活到80岁。这比你家李二天天吃山珍海味、蹭御膳房的补药都管用。我的酒才是真神仙，懂吗？如果是要然敢保持身体健康，赵先生，我敢断议，你这种所谓的健身方法一点用都没有。我的老腰！赵先生，刚才那酒确实邪门，我老李服气。哼，然强身健体之道，我却不服。你看那人挂在木杆子上晃荡，还有那个趴在地上王八样的，哼，这跟什么锻炼？不如我教他们一套军中长拳，那才叫管用。军中长拳？老李啊，你一个倒腾粮食的，口气倒是不小。老孙老刘。过来接客啦！喏，这城里来的粮商说要教你们健身。老头子，我健身1年半，引体向上，欢迎不喘气儿也能做35，这身子骨虚成这样，教我什么？掌柜的，要不
咱别比了吧，这清水村处处透着邪门。比？为什么不比？我南征北战，还能被2个老孙看扁了？赵先生，打个赌，要是我赢了这俩老汉，那绝世烈酒的配方传给我。有了那酒，我商队伙计过冬就不会冻死了。行，赢了，酒方白送你。第16个。到底是什么邪术？发生如此简单的动作，竟然这么难！因为这是练肌肉的极限训练。诚实告诉你，这只是我给下面强身健体的简化版，可以用完整版放在军队里，打造出特种兵。威力当真如此之大，先生能否教我？我说老李，你一个倒腾粮食的，学着特种兵训练法，不教。小学想必就是乡野私塾吧？赵先生，你这穷乡僻壤的，哪能请到什么好西西？哟，老房不服气是吧？行，铁柱、二娘过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一个粮仓15个人往里搬运粮食，每一个人都要搬运18袋粮食，那这粮仓里总共有多少袋粮食？15、3、45。瞬间犀利诀。听题：一户农户1亩地收9袋粮食，30亩地一共收多少袋？3、9、27，加上继位，这270袋。哟，老房，你不是吹牛说自己还能教当今太子吗？怎么，我这随便一道题，你连小学生的计算速度都跟不上？这不可能，老夫怎会不如志同？小娃娃，这些奇怪的数列是什么？数式计算呀，你们老师没教你们吗？老李，你个做粮食生意的，就别跟着凑算术的热闹了。反正你平时收粮记账也用不上这么高级的算法。叔叔，背熟99乘法表，一下就能算出来了呀。怎么样，老房，服不服？不服我再出题，将一个鸡蛋和一根木头扔到水里，为什么鸡蛋沉下去了，木头却浮起来了？啊，这……我操，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鸡蛋比较重？错啦，老师教过，是因为鸡蛋的密度比水大，所以沉下去了。木头的密度比水小，受到的浮力能拖住它，就浮起来了。密度、浮力。为什么鱼能在水里游，人却不能在水里生活？因为鱼有鳃，体内有鱼泡，能在水里呼吸，人没有鳃。真是太聪明了，老房，现在服了吗？赵先生，这是去年我们学校的账单支出，您过目。赵先生，这账册上的符号和记账方法为何我闻所未闻？这是我发明的阿拉伯数字，用1123代替1123，如果是2位数，往后加个数字就行，12、13这样。还有这种柱状图，老李，以后你采购粮食的支出画个图表，一目了然。这种简化版的数字，若能推广全国，记账将不再是难题。我是彻底服气了。账册没问题，走，我带你们进学堂里转转，看看孩子们上课。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山。赵先生，可知这诗是何人所作？不才，正是在下所作。也只有先生这等旷世奇才，才能做出此等千古绝句。这里普及自然科学，后期还会加入物理和化学。掌握了这些原理，迟早有一天，我们能造出火箭，送人类上天。上天？人还能上天？既然能下海，自然就能上天。先生教的这些东西，我活了半辈子闻所未闻，今日真是开了眼界了。这学堂办得太好了，
您为何会想到要办学？因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千秋万代，必须注重教育。好一个少年强则国强！先生此言振聋发聩。赵先生，您这样的大才屈居在这小小的清水村，实在是暴殄天物。您若愿意出山，我这就去帮您走动，保您入朝为官。让我去当官？可以啊，除非他李二亲自坐着龙辇过来，我才会勉强考虑一下。先生想直接拜您为师了，你还真敢让陛下三顾茅庐啊！好，赵先生，这可是你说的。既然聊到这儿了，考考你们，你们知道我们居住在什么上面吗？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题简单难，我们自然是分地上0分。我们住在一个球体上，是以下这片土地，还是一个鲜大的球？绝不可能。若是球体，人岂不要掉下来？老李，如果地是平的，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看到全部？来，蹲下，我给你们画个图。这就是地球，4大洋7大洲，大唐嘛，喏，在这儿，就这么点儿。旁边是吐蕃，过去是中东、非洲，欧洲有存续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海外更是有无数未被发现的广袤大陆。这天下竟如此之大，若有朝一日，我大唐铁骑能横扫这天下。哈哈，老李，你就是个卖粮食的，横扫天下的事儿就交给李二那小子去头疼吧。听先生一席话，我老李才知道什么是坐井观天。世界之大，竟还能如此！赵先生，您刚才说的那种新式学堂教的东西，真能秒杀当朝傩子剑？废话，那可是领先现在不知道多少个版本的东西。那这种办学，岂不是可以彻底打破世家对知识的垄断，抑制世家大族？教育本来就能解决阶级固化，这不是常识吗？可如大唐人才，基本全武七宗等世家门阀捏在手里啊！那就改良科举啊，1年1次，不限门第出身，最后再加个殿试。什么是殿试？就是让长安城里李二那小子亲自当考官面试呗，自己选拔天子门生，除了文举，再搞个武举，专门选拔寒门文武双管齐下，世家算个屁！先生直呼朕的名位，倒也新奇。只是这一口一个李二小子，听着实在别扭。这不要面子的吗？先生大才，殿试之法简直绝妙。那关于科举的具体内容和规章还有吗？我说老李，你一个倒卖粮食的商贾，成天咸吃萝卜淡操心干嘛？这种国家大事让李二去头疼就行了。咋的？想造反啊？没有，我老李绝对是大大的良民。既然不造反，就少打。而且我刚才说的科举，对付世家勉勉强强吧，还是比不上高考。什么是高考？科举的终极进化版，秒杀科举无数条街。只要搞出高考，全天下人才流入世家的。赵先生，您上回说的高考到底是何模样？真能比科举还厉害？说白了，高考就是全民统一考试，按分数录取，不分贵贱，全凭本事，而且分文理科，不光教诗词歌赋，还教算术、格物、农耕工程，培养的是能干活的人，不是只会直呼格言的酸儒。这东西才是从根上挖世家的祖坟。不问贵贱，妙，太妙了！灭世家易如反掌，文化、权力、土地。文化靠高考，权力嘛，我有一招掺沙子之法，能完美分化地方权力。资本化，即将暗出，什么是资本化？这些东西先印刷术搞明白，教育普及下去，基础打好了，后面的自然就通。赵先生，您之前让我们导图的那个货字印刷术搞出来了。好，走去看看。先生，这工匠手艺不行啊，这上面的字儿怎么全刻反了？原来如此，镜像反转，印在纸上便是正字，和盖章同理，却比雕版灵活倍责备，简直是天工开物。听听，老李啊老李，你不仅没文化，还不如老房有见识。先生，之前咱们用雕版印《三字经》，刻一套版要3个月，现在用货字，半天就能排好版，1天就能印几百本，成了，神了！简直神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兜了不出半年，全天下的百姓七宗那些光鲜亮丽的皮囊底下，藏着多少暗撒事儿！赵先生，此物一出，世家对书籍的垄断将不攻自破啊！那当然，不过要不是为了印《西游记》，我都懒得费这功夫发明这个。先生，这又是您发明的？废话，除了我还能有谁？难道是长安城里那个只知道打仗的李二发明的？先生，这货字印刷的技术能否售卖于我？有了朝廷的文书印发，将一日千里啊！老李，你这人怎么鼠目寸光？朝廷文书算个屁！先紧《西游记》给我印一册出来，抓紧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书卖到长安去，狂收版权费。什么是《西游记》？走，没见识的老李，我带你去酒楼长长见识。各位看官，承接上回，咱们今日接着讲这第10回。这一回的名字叫做老龙王卓记范天涛，李世民因私脱罪。李世民因私脱罪下地狱，啥玩意儿？我李世民因私脱罪下地狱？老李啊，这刺激不？李二那小子要是知道自己被写进神魔小说里，还下了地府，估计脸都要绿了。诸位看官，你道这大唐天子李世民为何会入阴司？皆因他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欠下了滔天血债，这才被阎罗王拘去地府对质。玄武门之变乃是皇家最高机密，他怎么会知道内情？他到底是什么人？却说那魏征梦中挥剑，咔嚓，那金河老龙的龙头便直挺挺地落在了十字街头。陛下惊问，魏征叩头道：“臣方才一梦，已将老龙斩于虚空。”什么？魏征那个只会怼人的二愣子，
还能梦中斩龙。老爷，镇定，镇定。随后，唐王钦点高僧唐玄奘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哎，怎么就没了？你敢断更？信不信我送你进宫当太？客官莫急，这《西游记》的故事全都是赵先生教我的。先生，这等神话奇书，连那贞观2年出走的唐玄奘你都一清二楚，这都是你想出来的？急操物六，不就是个睡前故事吗？老李，你要是没听说，明天我给你整一出《水浒传》。那《西游记》的后面没了呗？明天赶早，走，带你们长长见识去。坏了，我堂堂大唐天帝微服斯坦是为了看看我们是至尊宝贝，你们长乐公主过得好，不怎么被这小子故事给勾走魂了。先生年少有为，不知是如何结识尊夫人呢？老李，别的这块我拿捏的死死的，只要我出马，全天下的女人没有拿不下的。那就算是大唐的公主呢。完了完了，陛下起杀心了。公主怎么了？公主也是女人啊，照样手到擒来。那先生想娶几个呀？弱水3000，只取一瓢。我就喜欢我家朵儿一个。算你年纪轻轻，为何说话总是老气横秋？老李啊，你不懂，等哪天你能穿越了，你就明白了。走，老李带你去我们村最刺激的地方开开眼。哎，我媳妇呢？赵先生，你家娘子输光零花钱回家啦！夫君回来啦！这败家娘们儿，老李玩2把都警告你，在这儿容易输的连底裤都不剩。我老李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老房上桌，3个7带1张5，跑了，拿钱。先欠着，再来，就不信赢不了你这小子。欠条拿好，签字画押。哈哈哈！先生，我手里就剩1对2了。哦，是吗？天王炸！再来，这把我必赢。3、4、5、6、7顺子，老李老玩房，我是地主加炸弹，金额翻倍，写签条。先生，这张大王一出，我就赢了。你在想屁吃？哎呀，老李欠了黄金1000两，老房500两。老李，你真是个送财童子啊！老房，记住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爷，这坑死老臣了。那点算什么？为夫回来了。对不起，你给我的钱我都输光了。你看，这是夫君刚从2个傻子赢来的1000两黄金。哇，夫君你好厉害！哎呦喂，老爷，您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呀？好像是有点病了。老李，你们俩有病啊？声音怎么都变了？没病，真没病。没病，你走2步我看看。夫君，别打趣外人了。好小子，拐了我宝贝女儿，还赢了我1000两黄金，这笔账咱们慢慢算。这2个长安来的土财主，天天赖在我家蹭吃蹭喝，还不知道我老婆就是大唐陶坤出来的贵族千金吧？哎，不用送了，老李老房，我家晚上可不留客吃饭，赶紧走。为什么呀，赵先生？咱们这正聊到对付世家的关键。什么为什么？你们2个老光棍不懂什么是夫妻2人世界吗？难道你们还要留在这儿扒墙根听墙角啊？这臭小子，要不是看在他今天弄出的这些神物份上，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个便宜女婿。夫君，别乱说。听见没？我娘子嫌你们碍事了，我们这就走。赵先生，我们明日再来拜访。好了，朵儿，现在是我们的2人世界了。真没想到，他不仅过得好，还给朕找了个这么不可思议的女婿。陛下，温室大棚、土豆、货字印刷，此子之才简直是治国安邦的神器呀！朕现在甚至怀疑，要能得他倾心相授，得到解决世家的方法，朕的大唐将成就万世基业。陛下，你给出10万，我们先在这里住下，慢慢套他的话。妙极，让太子暂代国政，决断不了的，快马送来这清水村。全营，赵臣此子与原本定下的驸马长孙冲相比，如何？长孙冲背后可是国舅长孙无忌，陛下这么问，分明是要为了赵臣悔婚啊！回陛下，赵臣乃在世鬼才，长孙冲与之相比，犹如萤火比之皓月。好，就算得罪长孙无忌，朕也绝不让这颗明珠蒙尘。老李那家伙看着人模狗样，今天非拉着我问怎么对付世家大族。那夫君怎么说？这还用问？科举制加上我发明的货字印刷术，打破知识垄断，直接挖断那些世家的根，多简单点事儿！别管他们了，来，娘子尝尝为夫做的爆炒肉片。哎呀，头疼死俺老程了！程爱卿，你这酒量退步了。陛下，千万别笑话蒸馏酒，那赵臣酿是御寒神器呀！这小子莫不是神仙凡？就算是仙人，也是朕的女婿，好不了来玩把斗地主，朕就不信了。今天在赵臣那小子手里输的钱，赢不回来。陛下，臣今天在赵先生那儿已经输了好几百两了。少废话，等下你可以赢朕啊！陛下，借臣10个胆子，臣也不敢赢您啊！朕6、7、8、9、10顺子，忘说了，朕就剩2张牌了。臣不要1对 K， 给钱，一人100两，赶紧写欠条。合着您在女婿那儿受了气，跑来割我们臣子的韭菜呀？今日赵臣告诉朕，这个世界有7大洲，这里是东罗马帝国。竟然还有这么多未征服的地方，
陛下，你有何打算？天下之大，皆为唐土。朕要大唐的铁骑横扫天下，别说东罗马帝国，朕连他整个欧洲都要打下来。好，老臣愿为先锋，为陛下踏平欧洲。陛下，成就此等霸业，首先得请动赵臣出山呐。明日，朕亲自去敲门。娘子，醒了。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大好时光，正适合咱们做点晨间运动啊。夫君，大白天的不太好吧？祖宗，你真是你爹我的活祖宗啊！半夜2点换尿布，大清早还要热羊奶，这爹当的比当大唐皇帝还累啊！赵先生，开门呐！老李，我带好酒好菜来给你请安了。靠，这俩老光棍怎么又来了？到底有完没完？别哭了，别哭了，奶瓶来了，你们3个小祖宗。总算安静了。这大清早的，老李，你有病啊！一大早就堵我家门口，我媳妇还没换衣服呢。那是朕的长公主，朕怎么总觉得好好的白菜被这头猪给拱了？陛下，这小子也太狂了！要是在军营里，俺非得抽他几十鞭子不可，还敢让咱们在这干等？陛下，您看，这狗跟那小子一个德行，都懒懒散散的，没个正形。我看这狗好像吃的也不怎么好，瘦巴巴的。这是在赏我们？老程，很好笑吗？回陛下，不好笑。完了，俺活了大半辈子，过得还不如一条狗。我说你们3个一大早就堵我家门口，不知道扰人清梦是要遭雷劈的，我还想多睡会儿呢。赵先生，太阳都晒屁股了，该起了。我有赖巢综合症。再说了，我本来还要做晨日运动呢，全被你们3个搅和了。先生，何谓晨日运动？可是和先生之前教我们的健身之法一样。老房啊，你都一把年纪了，这事儿就别打听了。这晨日运动是年轻人才能享受的，你这身子骨扛不住。行了，别在门口站着了。你们吃早饭了没？吃过了。没空跟你玩，自己一边玩去。那你们先进来坐，我先吃个早饭，顺便刷个牙。先生，这又是个啥新鲜玩意儿？看着怪稀奇的。牙刷啊，你们平时不刷牙的，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会烂牙牙痛，到时候疼起来饭都吃不了。难怪昨儿啃鸡腿疼得睡不着。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刷牙，回头俺也得弄一个试试。老黑，你凑这么近干嘛？还跟风学我？先生，你这牙刷上沾的白花花的东西是啥呀？盐啊，还能是啥？什么？盐？什么？我操你干嘛？嗓门这么大，我耳膜都快被你震破了。老爷，细盐是细盐啊，一点苦味涩味都没有的顶级细盐。真的一点苦涩味都没有，雪白雪白的，连一点杂质看不。老爷，陛下，这盐点的品质比皇宫里的贡品贡盐还要好上100倍1000倍啊！我说你们3个疯了，能不能先让我刷完牙？我这嘴还全是咸味呢。嫌这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自己做的啊。行了，先把木盒给我，我牙还没刷完呢。不给！先生，你这简直是暴殄天物！你知道这细盐百姓这一辈子都吃不上一口啊，就连皇宫里也只有陛下和几位娘娘能用上，你竟然拿这么好的细盐刷牙！靠，老黑你有病啊！这种盐我家里足足有3大，你想要等下自己进去拿就是了，抢我的干嘛？3大缸？你们要干什么？找到了！天啊，全是细盐，一点杂质都没有，全是。这何止是3大缸，单这1缸就够整个长安城用上许久了。先生，我为方才的失礼向您道歉，实在是您这戏言太过震撼，我们3人失态了。正常，你们没见过什么世面，我能理解。俺可是卢国公啊，旁边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宰相。敢问先生，这等绝世戏言，您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先生，这盐怎么能白成这样？一点苦腥味都没有。先生，我行走天下数十年，见过皇宫里最好的贡品之盐，都不及您这盐的1/1000。是啊，先生，这细盐若是流入市面，别说寻常百姓，就连皇族都得抢破头。老李啊，你不是个粮商吗？怎么粮食生意做腻了，又打起我食盐的主意了？我是先生，我家老爷虽是主营粮食，但生意做得广，怪不得有关系就是好。
做买卖都比别人路子宽。先生，您这制盐的法子能不能卖给我？价钱您随便开，绝不还价。卖可以，我把制盐方法教给你，你去制盐售卖，我要分成收费，每赚一笔钱，我要4成的分红。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先生，您只要4成太少了，我给您6成。老李，你这人还挺实在，我只要算和皇族有交情，做军队的盐碱生意，各处官府要打点，朝廷要抽税，哪样不要钱？制盐，先百姓再也不用吃带毒的醋，边境军队战力直接翻倍。这先生简直是天降地师。法子嘛，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按了手印，我再一字不差的交给你。没问题，就按先生说的办。我明日就让人把拟好的合同送过来，保准让先生满意。夫君，早饭做好了。辛苦朵儿了。三哥，不是说在城里吃过早饭了吗？怎么凑过来跟我家大黄一样，闻着味儿就走不动道了？先生，这什么面？怎么能这么香？没吃过吧？而且我这面是拉面，跟你吃的那硬邦邦的面片汤可不一样。再配上我这独家的西红柿鸡蛋卤，加了细盐和秘制调料，香是自然的。先生，我能尝一口吗？就1口。得，再靠近点儿，你口水都掉我碗里了。朵儿，去给他们也盛3碗过来。好，我早就多煮了一些，这就去端。爽啊！我说老黑，你别光看着我吃啊，你们不是吃过了吗？吃是吃了，可我现在看着先生吃面，又觉得饿了。好吃，太好吃了！真是饿死鬼投胎，老黑，你这也太夸张了。先生，你碗里还有鸡蛋，我这没有了，要不你把那咬了一半的鸡蛋给我呗？我这都咬过了，吃剩下的。没关系，我不嫌弃。我嫌弃啊！一碗家常，因为如此筋道滑顺，味道直接。这少年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不知道了吧？你们吃的那叫什么面？根本就不叫面。想让面筋道，必须按比例加盐加水，反复揉捏搓打，最后反复拉制，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够劲儿。不是吧，老黑，你这就吃完了？先生，还能再来一碗不？老黑，你真是一头牛啊！一碗小小的面条，竟有这么多讲究。废话，治大国如烹小文，听过没？那自然听过，出自老子的《道道经》。哟，还有点文化，不错。其实不管是煮面还是治国，道理都是通的，都得讲究方式方法。哦，先生此言怎讲？老爷，您让你的合同我们送过来了。先生，您看一下这合同，要是有哪里不满意，我们当场改，条款没问题，回头按了手印就算定下来了。先生，您刚才做粮食生意，还金陵降下，见多了百姓穷苦，实在想不通，怎么才能让家家户都富起来？这还不简单，让百姓谁有钱，日子过得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强了。你想啊，百姓手里有钱了，才有购买力，才会去买各种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买的人多了，商家就会想办法多生产改良产品，各种新的技术、新的农具，自然就会被发明出来，整个社会生产力不就提上去了？先生此言真是振聋华客，我大唐向来重农抑商，却从未流通，竟有如此大用。这先生简直是天降的地师，短短几句话就把治国的本说透了。道理很简单，只是你们当局者迷罢了。那我再问你们，想带动百姓经济，让大家都先做什么？第一，先轻徭薄赋，鼓励耕种。那难道是开矿，多挖点金银铜铁？都不对，记住了，想致富，先修路。修路？对，就是修路。你想啊，如果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我这院子里种的菜、养的鸡、制的盐，1天之内就批卖的就好，我自然就能赚钱。不只是我，村里的百姓种的粮食、蔬菜、养的牲畜，都能快速运到城里卖，不用再担心路远烂在路上，家家户户都能多赚钱，这不就富起来了？再说朝廷这边，路修通了，朝廷的旨意是不是能更快更准的传到百姓耳朵里？原来圣旨只能传到州府大城市，现在路修到村里，能直接到每个百姓耳朵里，中间的官员命令想歪曲旨意、欺上瞒下都没机会。先生一语中的，老夫佩服。这些年各地官员阳奉都是路修通了，这个难题直接迎刃而解。还有更重要的，朝廷的旨意都是有时效性的，比如皇帝下了一道鼓励春耕的圣旨，结果路上走了2、3个月，传到村里都5、6月份了，秧都插完了，这圣旨还有什么用？行了，老黑，瞧瞧你这点出息，一碗面而已，至于把碗都舔出火星子了？的确挺没出息的。赵先生，今天去不去田地里啊？初春了，该插秧了，正好试试你教我们做的那个许愿梨。行，我这就去，正好看看效果怎么样。不瞒您说，我做粮食生意最看重的就是种子和耕种之法，正好开开眼界。放心，我这曲捐梨保准让你大开眼界。我的女儿啊，真是好白菜被猪拱了。走吧，去田里。赵先生，您来了。是啊，大伙忙着呢。可不是嘛，今年的秧苗格外好，等我把这亩田犁完，就准备插秧了。还是先生您教的曲源梨好用，不然哪能这么快？老赵，稍等一下，敢问你这梨是何物？怎么和我们平常见的直缘梨完全不一样？这梨的梨摇是弯的，梨货的角度也能调，这比现在的直缘神梨强太多了。老赵，能不能先停下，让我们好好看看这梨？没问题，几位想看就尽管看，这都是赵先生教我们做的。这梨太不一般了。那肯定的，我们都叫它曲源梨。我用这梨，一个人一头牛，一个上午就能耕上3亩田，轻松的很。什么？一个上午3亩田？对啊，这曲源梨可好用了，调转方向特别方便，省力的很，就算是妇女都能扶着梨干活。什么？
一个上午3亩田，还是一个人1头牛？只要是全大唐都用上这曲园梨10倍，大唐的粮仓再也不会空了。就算是闹灾荒，也不怕百姓没饭吃了。这赵晨哪里是个普通的种田先生，他是上天赐给我大唐的定国之宝啊！先生大才，仅凭这一架曲园梨就可造福万民，功在千秋。老夫佩服。先生，你这梨也太牛了，老程我服了。赵先生，您这几位朋友比我们第一次见这曲园梨的时候还震惊呢。老李，你不是做粮食生意的吗？这曲园梨能不能让你大开眼界？先生大才，是李某有眼不识泰山，梨何止是大开眼界，简直是颠覆认知。若是天下百姓都能用上这梨，那真是大唐之幸。这梨我要了啊！你们求我没用啊？对，钱管够，这梨我们今天必须带走。价钱不是问题，我出市价20倍，只求将梨的完整技法。你们求我没用啊？这梨是村里按户分的，想要去村中心领图纸就行，家家户户都有，不花钱。你说什么？这梨竟不是独一份，全村都有？那当然，这梨是我们赵先生发明的，照着他给的图纸，全村铁匠铺一起打了上百张。我们村现在家家都用这个。唉，穿越到真狂3年，果然到哪都像黑夜里的萤火虫。先生，这曲园木当真是你发明的？唉，昨天就跟你们说过，我这人没别的本事，就爱搞点小发明。你们怎么不长记性？难道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能造出这东西？你们3个真是让我很失望啊！先生，这梨到底改了啥地方，能这么好使？俺老程耕了半辈子地，从没见过这么劲儿的梨。很简单，2核心改动：第一，长直圆改短曲圆，掉头转弯灵活，还省了1半牛力，哪怕只有1头牛也能轻松耕地；第二，加了梨表好土深涧，入土翻土碎土一步到位，阻力减了大半，还能精耕细作。我亲自试试。驾！先生大才，此物若是推广至全大唐，天下百姓再无耕地难、耕牛缺之苦。先生想要什么赏术，只要我李某人能办到，绝无二话。老李，你这生意做得还挺广，食盐粮食都做，现在连农具生意都要插一脚。没错，只要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我什么都做。赵先生，这梨的图纸你肯割爱吗？行，没问题。回头我把完整图纸给你，你找人照着做就行，不用给我钱，就当交个朋友。多谢先生，我替天下百姓谢过先生。老房，说实话，这赵先生真不是天上下凡的仙人，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现在你知道陛下为何迟迟不亮身份了吧？这位赵先生深不可测，民间驸马，陛下跟那求学者似的。来了，天大地大，这位先生怕是要比公主还先占下了陛下的心。先生又来了。那是什么？这玩意儿自己会种地？楼车，犁完地播种用的。这播种效率如何？1日1亩地不是问题。下面3个开沟器，开沟下种覆土整压一步到位，不用人弯腰撒种，不用人跟着覆土，省时省力，还能控制播种间距，出苗率翻1倍。怎么，李兄，要不要试试？老程，你去。好嘞。太方便了，真的太方便了！这玩意儿比人工撒种强100倍。往年播种要全家老小齐上阵，现在1个人1头牛就全干了。一户农家耕种2户就能省出10几天的农时，多出来的时间能多开半亩荒地。全国算下来，1年能多垦100万亩田，多收1000万担。这哪里是农具，这是大唐的国运啊！绝配，曲园梨配这牛车，简直是天作之合。有了这2样东西，大唐的粮食必然能迎来暴涨。唉，又疯了2个，不就是个小小的曲园梨和楼车吗？至于这么惊讶？哪天我把火车造出来，你老李不得直接吓得上天？是太大惊小怪了。这楼车，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要。老规矩，和金岩一样，图纸我给你，后续你推广出去，赚了钱分我3成就行。好啊，别说3成，5成我都愿意。先生，要是全天下的百姓都能用得上这曲园梨和楼车，天总你还能轻松的太多。怎么不见你自己下田耕地啊？这些东西都是我发明的，消耗粮食量翻了好几倍，你双拼的事儿，我何怪学问的铁劲儿？那是自然，没这么图纸和技术，他们每年动个粮食，哪里需要亲自下田？老李，怪不得你能当一家之主，得还是你懂。你这就觉得厉害了？这还算难的，真要简单，到时候1个人开着拖拉机，直接一下碾过去，钱就犁完了。收割也一样，开着收割机，一天能收拾几亩地。敢问先生，什么是拖拉机？什么都轻松科技，多少钱？我买，我全买了。你想买也没的，科技树还没点到呢，知道不？科技树那又是什么玩意？说了你也不懂，反正现在不可能造出来。要想真做到那一步，首先得让全国百姓生活富足，建科学实验室，全面推进学科内燃机，那个时候才差不多。先生放心，他妈的，我这里是有科技树，可没材料啊。系统就给了点种子，橡胶还得去东南亚抢。先生，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去看看我种的农作物吧，还有小麦、对，还有土豆。先生好，先生好，先生好。若是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就好了。他们一定会过上这样的日子，一定。这才只是开始呢，真正的好东西在那边。
先生，这山上土地贫瘠，光照也不如山下，种庄稼长势可不好啊！你怎么还开垦了这么多地？所以这山上基本种的都是土豆。土豆，就是先生你说的亩产几千斤，能让天下百姓再也不挨饿的土豆。不然呢？这一株就能这么多？祥瑞，真正的祥瑞呀！天降祥瑞于大唐啊！